你有没有想过一边旅行一边生活，把你的房子就停在森林里面，或者是海旁边，打开床后面的门，就直接可以看向大海。住房车还是住房子，哪个更省钱？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Ariel。最近整个世界的经济都比较动荡，所以作为一个90后的我，想要财富自由、早日退休，也开始有点心虚了。我现在住在美国加州硅谷湾区这边，也算是美国甚至世界排名第一、第二贵的地方了。住在这儿还想要早日退休，确实是有一点压力。所以最近一直在研究搬去日本。但是除了搬去亚洲之外，如果我想要就在美国生活，又想要节省生活开销，那住在房车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聊聊，如果你在美国住在房车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体验？会不会真的比住房子更省钱？又能省多少钱呢？想要住在房车里这个梦想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小时候就喜欢过家家，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自己租了一个套房，可以按照我的喜好来装饰我的空间，给我带来巨大的安全感。但是如果那时候你告诉我，我可以带着我的小家去看世界的每个角落，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是跟大部分同学一样，在疫情的时候深入的研究了房车，甚至入手了我的第一个房车。其实带我入圈的是我妈，她那时候就买了一个房车，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试驾了一下，居然发现，我也可以开，所以房车梦就成为了我的一个 reality。刚开始接触房车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稳的，会偏向于去买一些美国大的 professional RV manufacturer 出来的房车，所以我第一个房车就是一个 Class C， 它是 Thor produced 的，这个牌子就是美国一个很大的房车厂。但是兜兜转转，我把那个 Class C 给卖掉了，一会儿视频会告诉你原因。目前你们看到的这个房车是我现在拥有的房车，它是一个 Class B， 它的底盘是一个 Mercedes 的货车。我当时就是买了这么一全部空的货车，找了一个专业房车改装厂给我改装的。之后我也会告诉你们整个这些价钱。这个视频我会给大家介绍3种不同的房车类型，其实4种，但是第4种是一个拖挂，那个容我最后再聊。前3种房车类型我们会从比较小的说到比较大的，也从价格比较便宜的说到价格比较贵的。我们会 cover 每个房车的购买或者是租车的价钱，房车保险、注册、税，还有日常开销，比如说营地啊、水电、internet。 我发现很多女生喜欢逛街去买衣服、买包包，但是我最喜欢逛的就是房车展。今年2月我又去了湾区 Pleasanton 这边的一个房车展，看了所有的房车类型。我们现在就从我看的 Class B 开始吧。先让我稍微介绍一下 Class B 这种房车，它也叫 Camper Van， 看起来像一个加长版的面包车，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小巧又功能齐全的家。相比一些大型的房车，比如说 Class A 或者是 C， 我们这种 B 型房车是更灵巧，可以停在一个普通的停车位，停在 Walmart 啊或者 Supermarket 的停车场都不会太显眼，从而可以省一笔营地的钱。你别看它小，但是这些 Class B 里面所有的生活需要品全都有。我的房车买的时候是个空的面包车，它的 out door price 开出去的价钱是大概不到6万美金，但是找一个专门帮我改房车的公司改装又是另外一笔价钱。我这个房车改成这样花了8万多的改装钱，所以加起来是13万多，不到14万美金。现在美国市场上也有很多跟我大概一样大小的 Class B 房车，一个是 Ram ProMaster， 一个是 Ford Transit。 那我们现在要在房车展第一个看的就是 Ram ProMaster， 它也是一个比较便宜版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Class B， 它的牌子是 Ram， 价钱只有94,998，这已经算是比较便宜的了，在 Class B 通常都要10几万的。那我们就进去看看这里面吧。它有一个 pop-up tent， 这个房顶上的床，这样子的话就让我觉得它里面的空间应该是比较大的，这个是我的猜测，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床，这个床是肯定是可以拿下来的。按这样子这个床它就拿下来了，
然后这样子一铺，这床睡2个人没有问题，后面还有我这个站的地方。这种床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折叠嘛，所以它折叠上去以后空间就会很大，可以把它折上去，可以 store 很多东西，自行车呀、船啊、箱子、旅行箱子都可以。然后它这边还搞得很方便，它这里有一个桌子，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平时也可以弄个小椅子，或者就坐在这儿。坐在这儿，然后在这儿打个电脑啊，吃个饭什么的，白天就有更大的空间，感觉还不错。你可以打开后面，然后在这儿坐着吃饭什么的，多爽啊！这边也有好大的储藏空间，哇，好大，可以放很多东西。然后上面是空调，这个车真的好实用啊，就感觉可以住很多人。你光这个床就能躺2个，然后还有刚才我们看到屋顶上的床也能躺2个。OK， 那我们上去，哇，这个东西，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个就是上面可以睡觉的地方，这个拉锁是可以拉开的，然后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这个就是上面的床，看着不大，但是其实绝对睡2个人，我觉得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再下来，我们刚刚说到这里有一个这个多余的，一个多出来的可以做饭的地方。这是炉台2个，这个洗手间感觉很大，你把门打开以后床都挡住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厕所，马桶是这样子的。我坐进来以后感觉哇，好宽敞啊！这个洗手间这边有一个淋浴头，可以浇着就可以洗澡了，挺好的。感觉 build quality 比较差，这个便宜的车是有便宜的原因的吧。我们看的这个 Ram ProMaster 车型是 Winnebago Solis， 它在房车展的价钱虽然是9万多，但是如果你是正常的去一个 dealership 买的话，它的 starting price MSRP 是15.6万美金。当然应该也可以 depends on market 可以讲价。如果要租这个 Winnebago Solis， 它每天晚上的价钱是200块钱到260，当然月租会便宜一点，月租就可以算大概200块钱一个晚上，也就是说也要6000块钱一个月。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租这个房车是不合算的。如果你真的要租呢，也就是为了一开始体验试试。这个 Winnebago Solis 它的房车保险大概是934一年，注册费用的话，因为这个 Solis 它的价钱本来也不是最贵的，它每年的注册费大概是700到120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日常开销，像这种 Class B 刚刚也聊到，它不是非得住营地的。如果你只是住在各种 parking lot， 或者是我用了一个 service， 它叫 Harvest Host， 它的年费大概是100块钱左右。在全美国，它有上千家酒庄、农场，甚至是高尔夫球场，可以让我去预约，然后就在那边 spend the night。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安全又便宜的住房方式。或者是选择美国有 BLM 公共土地、国家森林等免费或者是低价的露营点，美国称这种为 boondocking， 是完全 zero cost， 可以住14天，完全免费。如果你想要找这些免费的地方，可以用 Compendium 或者是 iOverlander。当然我是 non-sponsor， 我只是提供信息，我会把这些 app 的链接也放在信息栏。像这种 Winnebago Solis， 它的维修每年如果是做一个经济型的维修，大概也就600到900块钱美金。这个就包括 tire rotation， 就是轮胎更换、发动机的保养啊、电气系统的保养这些。我们还要考虑燃气啊、水电、排污、网络费，甚至洗衣服怎么办？这个我们就来看第2个 Class B 房车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因为这些价钱不管你是哪个房车都是一样的。这个其实就是跟我的房车是一个大小的长度，但是它不同的是，你看它的 tire， 它的轮胎。这个车它的 specialize 就是它是 off-road capable， 它是一个 four-wheel drive， 一个 all-wheel drive， 它的轮胎是 all-season all-terrain tire， 这个价钱也直接就上去了。这个车快要25万了，就是已经可以在德州买一个2层的 single family home 了。Anyway， 我们可以往里面看一看它到底为什么这么贵。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房车里面了，这个房车它就这么大了，我后面就是这个房车的床，也是有一个小的微波炉，非常小。你看这个车它甚至没有一个做菜的地方，如果真的想要做饭的话，可以弄一个卡式炉什么的，这样子就有更多的位置在这儿。它的洗手空间、洗手台还是蛮大的一个。
给了很多空间来做厕所。现在我已经在这个房子的厕所里面了，它的厕所也是那种长系型的，然后它有很多，你看这几个 column 都是用来做 storage 的。现在我把我自己挪到了这个车的前面，有很多有趣的 storage。这个车主打一个它就是那种 off-road capable 的地方，它就适合去那种与世隔绝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山边什么的，要走很多土路啊，上上下下的才能去的那种地方，你都能感觉到它是非常非常 good quality。electric 调座位的呀 electric door 啊，这些东西都加很多钱上去。这个 Storyteller 的后面就是这个我觉得比较贵的 setup， 我是自己没有装，它不只是比较贵，它还会把整个车的长度加长，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停在什么 Walmart 什么的就可能会引起注意。而它这边确实方便的地方是它其实就是一个铁盒，有点像是那种装 bear food， 就是熊吃的食物那种铁盒，然后它是非常 durable 的，怎么样都打不开的那种。你在里面可以放一些什么水管啊和外面铁锹啊这种帮你脱困的东西。这个 Storyteller 它很贵，24万，刚刚在房车展也说了。如果租它的话，每天晚上是230到300块钱一个晚上，比我们第一个看那个 Winnebago Solis 还要贵。这种房车就不适合租，只适合买，除非你只是体验一下。这个 Storyteller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完全的 self-contained vehicle， 意思就是说这个车不只是可以越野四驱带你去到一般车去不了的地方住，还有它的水和电是完全不需要去营地就可以解决的。比如我们先说水，这个 Storyteller 它跟我的房车很像，就是它有一个清水箱，清水箱大概是20 gallon， 你可以在 gas station 就把它接上来，很多 gas station 是免费让你接清水的。这个 Storyteller 它没有黑水箱，你不用专门接一个管子到一个 designated spot 才可以去排污，你有一个灰水箱，灰水箱就是正常洗澡啊、刷碗、刷牙、洗脸，这些灰水你是可以在一些了无人烟的 BLM land 就可以排掉，只要你没有影响其他人的露营和正常生活就没有问题。那上厕所怎么办呢？这些 Class B 用的都是同一个办法，我也是用了这个办法，就是用一个 cassette toilet， 长这个样子。你是可以给它放一些化学剂，然后就可以正常的排便了。等你满了以后，就需要去倒的时候，你可以去任何公共厕所去把它倒掉。所以也就是说，你不依赖一个设施营地。这种 Class B 的充电方式有2种，一个是行车充电，我的房车也是这样子，我开车的时候可以把我的电池充满，这个电池够大，足够我可以停在一个地方就过2-3天正常的生活。房顶上还有太阳板，通常都最起码有2到3个，也可以共用来充电，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不依赖于营地。油费的话，这个 Storyteller Overlander Class B 跟我的 mileage range 其实差不多，在美国算的是 MPG miles per gallon， 这些小型的 Class B 都是在13到22 MPG， 因为我们要算账嘛，所以我就算每天开30 mile。那如果每 gallon 是4块5的话，我一天需要花的油钱是7块5。我们在看的这个 Mercedes 是 diesel， 也就是柴油，如果是7块5一天，那一个月是225块钱的油钱。接下来也得看看维修， Mercedes 的维修是比刚刚看的 Ram Pro Master 还要贵的。轮胎更换，每年4个轮胎大概需要1000到1400美金，换机油是每1万到1.5万英里需要换一次，价钱每次是300到500。那刚刚没有聊到的网络费用，作为一个 mobile nomad 就一直在路上的话，最好的方法还是 Starlink， 我用的是 Starlink 的 Roam Package，也就是50块钱50 GB 一个月，够我用了。但是如果你家里有很多人都住在房车上，想要 Unlimited Package， 一个月是165。那 Starlink 的话，我买的是 Mini Dish， 现在的市场价是499块钱美金。再来就是洗衣费了，像我这种小房车是不可能可以放一个 full size washer dryer， 所以只能去 laundromat， 就是洗衣房。每次洗衣服加烘干衣服大概是5块到7块美金，所以如果我每周洗一次的话，我每个月需要花20到28块。看完了 Class B， 我们把视角挪到一个稍微更大一点的房车，就是 Class C。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车型。Class C 是一个介于大型房车，也就是 Class A 和小型房车 Class B 中间的一个车型。
它最大的特点是车头上方有一个凸出去凹出去的地方，那个地方通常是一个床。这种车型呢，看起来有点像一个货车再加一个小阁楼的感觉。它的设计就是比 Class B 更宽敞，通常可以睡4到6个人，适合一个家庭一起出去玩。Class C 里面的设施也比较齐全，比如厨房、淋浴、冰箱。我刚刚也跟你们说过，我的第一辆房车就是一个 Class C， 它是一个 Thor Freedom Elite HE， 长度是24 feet。这个车型现在2025年的全新版只有13万，如果你买的是去年24年的话，可以8万4就买下来。我那个房车已经卖了，我当时拥有了2年，亏了好几万，我卖的时候才卖了5万。这种房车如果你想租的话，一个晚上最便宜也得180块，但是如果月租大概有可以减10%的 discount， 所以一个月大概也得快要5000块钱。这个 Class C 的耗油大概是8到10英里 per gallon， 它的内部高度很高，大概有2.13米。不管是这个车还是 Class B， 在里面站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Thor 这个车是坐在一个 Ford chassis 上面，如果是新车它会带保修，所以你暂时不用付保养费。如果想要买延长保修的话，延长3到5年，大概是1000到3000块钱之间。这个车它因为大，除了尺寸以外，还有就是它的能源也必须得要求你住在一个营地里面。大部分的 Class C 上厕所是有黑水箱的，也就是说你有一个真正的马桶，你可以冲下去。最后你需要做的是把这个黑水箱连一个管子到房车营地的排污孔，连上以后开阀门，就可以把你的厕所 waste 倒出去了。房车营地通常都有清水上水的地方，如果连了房车营地的清水管和排污水管，还有房车营地的电，那你就跟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没有任何差别，可以永远住在那儿 if you like。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房车营地，如果你住在最基本款，那一个月可能是500到800，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基本款可能代表你并没有 full hookup。我们说的 full hookup 就是你的停车位它就有接电、接水和排污的地方，你肯定是需要那些的，那就可能会需要住在中档营地，是含这些设施的。它每个月的价钱大概是900到1500美金。当然也有一些高档营地，通常是位置比较好，在湖边、高尔夫球场旁边或者是海边，然后他们有更多的设施，比如说游泳池、tennis court、狗公园就在这个营地里面，包括洗澡的地方和洗衣房。这样子的营地呢，一个月就是1500甚至3000多美元都有。我把我这个 Class C 给卖掉，换成我这个小的 Class B，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 Class C 它太大了嘛，我开的时候虽然能开，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比较紧张和恐惧的。我总觉得转弯的时候能把我旁边的线的小车给顺带给碾压了， which is what I don't want happening， 所以总是特别紧张开那个车。Class C 的体积也比较大，也比较重，所以它比 Class B 更耗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我曾经有的这个 Thor Freedom Elite 和我们刚刚在房车场看的 Class B 的 Storyteller Overlander， 那比起来的话， Class C typically gets around 9 miles per gallon， 但是 Class B 呢可以拿到13到22 miles per gallon。 compare 每天都是开30英里的话， Class C 每天要花的油钱要多2倍以上。那最后一个原因为什么我卖掉这个 Class C， 就是它能带我去的地方太少了。我喜欢 Class B， 它这么小，所以可以带我去看很多 exclusive nature， 比如说开一大段土路才能够到的 Canyon Pass， 或者是直接在山谷旁边，在海旁边，那才是房车生活的意义所在，对吧？但是如果你家里面人很多，想要长居在房车里，那我就建议最大的这个车型，它叫 Class A， 通常是基于一个 bus 的形状设计的。它的车身很长，又宽又高，它里面有很充足的生活空间，可以住4个人到甚至6个人，完全没有问题。我这次去房车展，甚至看到 Class A 在车里面是有独立的干湿分离的洗浴空间，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简直就是一个 luxury。 Class A 这种房车的尺寸通常在26到45英尺之间，也就是8米到14米长。它的宽度通常是8到9 inch， 也就是2.4到2.7米，有一些还有 slide out 可以更宽。它的高度有高达3.6米，很高。有一些 Class A 是需要 special driver's license， 像我们这种一般的驾照是不能开的，要专门去考一个。
他们的要求是，如果车的重量超过11800公斤，需要去申请专门的商业驾驶证。Class A 的价格最便宜的也得10万起，贵的多于50万的都有。我在房车上看到最普遍的都是20多万，比之前说的2个车型都还要贵一些。Class A 因为它更高更重嘛，所以它的油耗肯定是更差，平均油耗只有6到8 mpg， 所以它的使用成本也高很多。最主要的是 obviously 它停车很不方便，开起来又困难，所以它只能住在营地。如果你长租一个 Class A， 每晚的平均租金可能可以降到200块钱，还是比其他2种更小的要更贵一些。如果你想要的是空间、舒适度，甚至是豪华感，那 Class A 肯定是没有其他的房车型比得上。更经济、更好开的选择肯定是 Class B。聊完了这3种房车，其实还有一种房车我没有说，我觉得可以 argue 它是不是个房车。其实它就是一个拖挂，前面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车，通常是一个卡车或者是一个可以拖很重的拖挂的 SUV。 我完全不考虑拖挂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比 Class C 还要难开，我根本就不敢。再来就是我觉得它很麻烦，首先你必须得住在营地，你每次到了营地，你需要去把这个拖挂和你的车解开，你的车才能开出去。每次要走的时候又要把它们连起来，就很 hassle。但是我还是给你们看一下拖挂，因为我在这个房车上看的拖挂还是蛮可爱的，又很便宜。这个可以住3到4个人，还有2个。我站在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冰箱也是很大的一个 standing 的冰箱。这边呢就是我的床，我的床它不是很深，但是它睡一个人应该是绰绰有余了。最后我来给大家一些总结。第一个，我们浅聊一下 Class A versus B versus C 都有什么好处和不好。如果你要长期替代一个住房，空间大小肯定是 Class A 最好，最像一个公寓，生活舒适度也是最豪华的。但是如果你想省钱的话，就不应该选 Class A， 因为它是最贵的，油耗也是最低的，停车便利性非常不方便，还是选 Class C， 最好是 Class B， 维修成本 Class B 是最低的，适合的人数才是重点。如果你家里的人很多，2到5个人必须得住一个 Class A， 如果你是一个人住，那 Class B 就是最好的选择，又可以在城市里做 stealth camping， 又可以在大自然享受那种孤独和美好。最后的总结还是来谈一下价钱，住房车还是住房子，到底哪个更贵呢？我这边显示的住房价钱是以加州湾区为标准，因为我人就住在加州。如果你住在美国的其他地方，可能你的住房会更便宜一些。如果是长期旅行住在房车里面，房租的价钱就是0，很多房车是不需要住营地的。但是就算你住一些大点的房车，比如说 Class C， 那个也不需要每天住营地，偶尔住一下就行。每个月的营地费应该是500到1200美金。如果住房子，不管是租金还是还贷，估计每个月2500到4000块钱在湾区是逃不掉的。油费根据里程，住房车大概是200到500一个月。如果你住在房子要通勤的话，大概100到300块钱一个月。水电垃圾住在房车里营地都已经包含了，就算不住在房车营地，垃圾只需要去公共垃圾桶就可以了。水和电都是免费的。住在房子的话，水电网大概每个月的价钱是200到400美金。说到网络，不得不说 Starlink 还是比居家的网络稍微贵一点， especially if you want the unlimited version。 所以 Starlink 的价钱是50到100块钱一个月。住在房子里的话，你可以有更多选择， AT&T、Comcast 大概50到80块钱一个月美金。住在房车里 RV 的保险每个月是100到200块钱，但是如果住在房子里租房子的话，每个月的租房保险只需要15到30块钱。当然如果你买房子那个就更贵了，现在就算是加州我住的这种房子，每年的保险也要2000块钱，也就是说每个月要100到200。RV 的保养 assuming 你买的是一个比较新的，平均保养价钱也就是50到200。如果你住在一个房子里的话，租房当然你可以叫你的房东给你修，如果你是房东的话，那修房的价钱就不得而知了。常年住在房车里，每个月的开销大概是1000到3500美金，但是常年住在房子里，每个月的开销是2800到4800，这个是以湾区为例。
这还只是租房，如果买房会更贵。很多人可能以为住在房车里只是为了自由和浪漫，其实是真的可以省下一笔钱的。尤其是如果你可以做一个 remote job， 那你就可以去解锁新地球，不同的新地方醒来，那样子的人生确实很精彩。我自己的话，我和我老公是希望早日财务自由退休的，但是刚刚视频开始的时候也说了，现在的经济走向确实是有些不稳定。以我们家的情况，就是2个人3只小狗，但是是老狗。如果要一直住在房车上的话，我会开着我这个小 Class B， 我老公会开他正常的那个小车，就是一个 BMW 电车。我们会带着我们的3个小狗，就这样子游遍美国，每1-2周去住一个营地或者是 Airbnb，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整修一下，还有洗洗衣服什么的。我老公的电车在营地也可以充电，电车的充电桩有很多，在哪儿都能充。这就是我家长期住在房车生活的打算。这期听下来，你有没有觉得想要去试一下？欢迎大家跟我讨论你的想法，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做视频的动力。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